欢迎回来，秘密精选再度回归。那自从上一次有粉丝说这个秘密精选不一定要选吃鸡的对局啊，可以选这种烂局，然后怎么力挽狂澜，那这个思路一下就打开了呀。吃鸡的素材可能不好找，要烂局的话要3把给你找10把出来。但不得不说板命的能力是真的强。那我这里是胡了一个极客的开局，所以说选下和极客有联动的装备的海克斯百宝袋。这个颠倒其实还好，过渡的话还是比较好用。不过它要产生效用的时间可能有点靠后，到最后补出兰博的时候，整个队伍才需要开始做法系减抗。这一期秘密榨菜的剪辑手法和以往有些不同，我是把每一个对局的战斗环节都保留下来了，省略了备战环节，除非是一些包含关键决策的内容。选秀的话有个2星炸弹人在考虑要不要，这里手里是电刀，电刀加上这个水滴，电刀的话配合这个大天使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过渡组合。这里有4张炸弹人，在想要不要赌炸弹人，但是我还不太会这个阵容，所以有一些犹豫。那正常来说，如果说后面没有什么变数的话，这个应该是直接过渡上去玩法系阵容会好一点。现在复盘来看的话，虽然说黑莓蓝发已经不是最强的那一档，但是在有良好过渡的基础上还是可以选择的。这一把对局当中呢，应该是有些思维定式了。当时拿到法装就愁眉苦脸的，觉得好像场上有没有什么蓝发的过渡基础，然后要转过去的话可能也不是很好。然后拿了装备的海克斯，在想和极客联动的事情。如果顺着极客的思路玩下去的话，这里应该选大百宝袋，拿到一个重铸器，把手里的法装全挑掉。如果再给我玩一次的话，我肯定是选吉尔木之名去玩蓝发了，风险会低很多。这把大概率也不会是烂局，其实我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选，有的时候就是鬼使神差，选择了弹幕最多的打法。但是老实说，这里敲的有点太急了。就过渡强度来说的话，电刀大天使和红 buff 的这个炸弹人，在这个阶段应该是一个小无敌的存在。那尽早敲他的话，还有一个考量是什么呢？是有更多的调整时间，其实各有利弊吧。云顶之弈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标准答案。你说我这把去玩炸弹人，他也是对的；去玩蓝发，他也是对的。那像这把这样去拿一些多装备海克斯，选择和极客联动，用那个重铸区去调整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法装变成物理装，就像一轮魂一样，颜色有理即可。那只要最后吃了，除了你自己知道过程有多荒唐之外，在别人看来你就是对的。大家都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去真正的了解一个人，他不会关心你的过往，也不会看到你的取舍，他要评价你就只能看结果。那你可能会问，那还是得不到他的认可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他就是不想认可你，哪怕你吃了，哪怕你夺了冠军，那人家也会说，狗运罢了。人家已经预设好了结论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是白搭。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什么呢？就不在意，你怎么想关我什么事啊？然后转头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，等到哪天真的把事情做成了，哪怕他心里不服，他也只能憋着啊。是的，这就是这一把为什么要选百宝袋的原因。我要为极客玩家证明，极客真的行。3-7的野怪补了一些经济，如果没补经济的话，这把可能有点难。第3个要补经济海克斯才行，就玩运营阵容得时刻看一下这把启动之后到底有多少钱地牌。正常来说4-2的时候有个3到40块是比较健康的。像这一把如果没补经济的话，可能4-2升级就没什么钱地牌，可能10块20块不到。海克斯选择的时候魔怔了，感觉还在选装备也行吧，但是没开出能用的，只能勉强拿个密银黎明。计划中应该是给卫用，包括这里即使是补了钱，你看我升完人口之后只有22块钱地牌。这样回想起来的话，应该是把这里的血量转换成经济，延迟2波启动。如果提前观察到外面没有太多的人要极客这些牌的话，要不然应该不至于地完就一股死人味儿。对，确实是启动早了，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经济差的话就要好好的利用每一分钱，想好这个牌库里面每一次刷新出现的5张卡到底能不能替换场面质量，让我这个目前的即时战力变得更强，少掉点血，然后等待一些转机。切记什么呢？切记猜质量啊，尤其是那种2星2费、2星3费的前排，这种一猜，然后你有没有递到公式里面替代相应位置的卡，整个阵容的强度会低很多，然后波波被买入都有可能。当这个也分情况，有些阵容就需要你卖牌换牌很果断，就比如说上个赛季的花仙，就需要你一波全卖完，然后递到哪怕1张，只要阵容是齐的，那我就能缩血。但是晚启动一波，晚花1分钱，同行那里递到卡的概率就会多1分。这把也是够离谱的呀！转头回来看，好像外面2星飞机都已经有了，我这里6极客都还没有凑齐，6个极客只来了3个极客。艾克来了，那就4个极客。这里有一个很蛋疼的地方是什么呢？
是我要奔着极客去玩的话，要留散件，要留散件的话就合不出装备，合不出装备就是掉质量，掉质量就会继续掉血，然后我又这么大的劣势的情况下，继续掉血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所以应该很早的想到去把这个龙牙做给蜘蛛，然后做一个主坦，这样的话我可能是4极客拼质量，有养一个主坦的情况下的话，6极客和4极客的坦度差距就可以忽略不计。核心卡没有递到异变怎么办呢？只能选一首翻盘故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翻盘故事。当然这个翻盘故事正常选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海克斯啊，选到艾克身上的话也是无奈之举。一般极客这里是养船长的，找一个输出类强化，什么绝不浪费啊，什么剔除弱者啊，这种都还比较好。但魏的那套极客因为没有给飞机开2炮手了嘛，实测下来确实是2星船长打的伤害比2星飞机还高。回到这版游戏要想一下怎么才能救，可能是手里的2张3维卡，看能不能听个2星出来，然后整体的羁绊是围绕4极客去做。对，这里龙牙已经合给蜘蛛了，只是大致有个方向，具体怎么样还是要看地牌。场面上能换的东西还有很多哦，野怪回合已经凑齐6极客，但是有个问题是1星的船长和1星的飞机都不太配置装备，所以无尽的话应该是给3维卡，龙刀红 buff 就有点浪费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来了维克托，装备的问题迎刃而解。先把一些好的看得顺眼的装备分配给我的2星3维卡，还有吃了异变的艾克，拆炸弹人无尽的3维卡，头盔的艾克，然后红 buff 龙刀和这个青羽的话都可以给维克托。如果我手里还有个拆卸器的话，我会把龙刀给3维卡先用，塞满原则嘛。怎么给到了炸弹人身上？可能觉得这个龙刀在维克托身上效果没有那么好吗？还说给了维克托伤害提升也没有那么明显。不管怎么样，修修补补场面上总算是能看了。挂了个安倍萨开外交，能加一些全体的抗性，毕竟是4极客打底嘛，护盾和抗性的联动总是好的。包括极客这边的哨兵也是还不错。但也都有人会说，没有6费卡是不是死了？这把还是运气好而已。那我要是真运气好的话，启动那波不是6极客已经递齐了吗？2星飞机2星艾克什么都有了。那每一把都有每把他自己的胡法。这把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没有递到公司的牌怎么办？怎么板命？就是物尽其用，来的什么东西我都往上面塞，质量优先。公司说要6极客，但是我这里是4极客拼质量更强，那我就先用4极客拼质量。那公司有没有办法预测你有2星3维卡有维克托？这也是云顶之弈比较好玩的一部分了。就是你跟着发牌员走，然后游戏的任何一个节点在结束之前，你都把它视作在过渡。游戏的过程就是把场面不断变强的过程，没有说哪一波一定要启动了，一定要把那些卡找齐了，什么羁绊开出来了，什么装备做满了，打打看嘛，只要还活着，下一波有提升就行，下一波比这波强就还行。说到这里又可以上鸡汤了。那人这一辈子他其实也是在过渡，没有说哪个节点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。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，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。有人22岁就毕业了，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。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， 却在50岁去世。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， 然后活到90岁。有人依然单身，同时也有人已婚。奥巴马55岁就退休，特朗普70岁才开始当总统。世上每个人本来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，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的前面，也有人看似走在你的后面，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里有自己的步程。所以我直播的时候他妈的能不能别一来就死了记了，这把要扒了没了炸了，真的很不吉利好吗？